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X 战警》。本作是科乐美1992年发售于街机平台的，一共有6个人物可以选择，分别是镭射眼、刚力士、金刚狼、暴风女、夜行者，还有炫光。炫光这个名字有的也叫炫目，或者是眩音，我不知道现在官译是什么，大家知道是谁就成了。本作有2个女性角色可以选择，另外一个就是暴风女了。但是本作暴风女的形象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，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炫光。这款游戏可能是街机历史上唯一一款接受6个人同时玩的游戏。6人的机台的屏幕是2块屏幕拼接的宽度，机台外边呈扇形分布着6个操作杆。这个机台非常的罕见。咱们小的时候玩街机游戏，尤其是《西游释厄传》或者是《三国战记》，老板舍得给你来一个4人机台，就非常了不起了呀。这里打的是第1关，这个 BOSS 叫做火焰兵，或者叫火狂，或者是火人。打他的话就要近身，因为它的火刚喷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攻击判定的，这个距离要掌握的稍微精准一点啊。可能有的小伙伴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4人机台，但绝对是没有玩过6人的。6个人正好是每个人选一个角色，4个人玩起来就已经相当热闹了。那如果6个人玩的话，你想一下 ，1P、2P、3P、4P、5P、6P， 它的刺激程度不是双打能够比的呀。当然了，吃币也快，一起投6个币。现在的很多街机厅有那种大型的射击矿体，或者是大型的赛车矿体，也就一次投4个币，我感觉就已经很黑了呀。一次投6个币不敢想，而且是30多年前。其实6个人这个模式近期有一款游戏也复刻了，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，就是《忍者神龟》的重制版，最大支持6人游戏。你如果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选的是乌龟，另外还有3个乌龟同伴，再加上2个其他角色，你根本找不到自己在哪儿。就不要纠结自己的水平了，先纠结一下自己的眼神吧。场面一度非常混乱。这里是游戏的第2关，哨兵工厂。这款游戏一共有3个操作键，分别是拳、跳跃，还有一个是放人物的超杀。人物的超杀是耗血的，如果你的血量低于3格血了，就无法放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血条左边有能量球的话，就可以再放。现在我是有2个能量球。我玩的是一个4人机台，6人版的屏幕太宽了呀。
比例不大好掌握。另外，这是一个美版，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想到问题了呀，说大叔，这款游戏是日版的难度高还是美版的难度高啊？一般来说，科乐美出品的这种动作游戏都是美版的难度高，因为它的血量会自动的进行倒计时。但这款游戏的日版和美版难度不好说。我现在玩的美版有一个缺点，尤其是单人情况下没有补给道具啊。日版的话是有补给道具的，但是敌兵特别多，所以难度的话，如果你善于清杂兵的话，还是日版比较简单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家伙就是肉球。倒地之后还可以进行追打，这样的话，很多小伙伴可能想到了另外一款游戏，就是之前给大家录制的《变形战士》。我这里等于是拼下来的，把我所有的能量球还有血量都扔出去了。但是在每次过关之后，咱们的血量会补满，同时给咱们回复一个能量球。那话还算良心吧。但是关卡的途中，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你只有目前的这些资源。这里是第3关 M 岛的丛林。这款游戏的剧情就是万磁王率领着地狱火俱乐部抓走了 X 教授还有凯蒂普莱德，这样的话 X 战警就去营救。我经常做出一个摔头的动作，这个动作是本作一个比较特殊的要素。6个角色每个人都有，但是每个人发动的距离和时机不大一样。投掷的条件还是挺苛刻的。我如果想投掷敌人的话，必须和敌人站位一个半身位左右。不过投掷的威力真的是很高啊！而且把敌人甩出去之后，他还可以砸他背后的敌人。这个倒地追打的动作真的非常像变形战士。变形战士输出的核心，我感觉就是倒地的追加。另外，跳跃攻击也有2种攻击方式，其中一种是跳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再按攻击键，你会向前有一个滑行的飞踢。如果没有跳到最高点，会在当前的位置直接进行攻击，并且垂直落下。这2个看起来都不是什么正常的飞踢动作。其中跳到最高点的飞踢，我在游戏的中后期会常用，因为几乎所有的 BOSS 都吃一个套路，就是利用 Y 轴的时间差发动最高点的飞踢，2个飞踢平 A 一下，或者是3个飞踢就能让对方倒地。游戏的流程一共是8关，通关的话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，流程还是非常长的。这里打的是第3关 BOSS 温迪哥，这个家伙啊，利用距离来控制他。
看我平 A 的距离其实非常远 ，BOSS 起身第一个动作并不是想攻击，而是想走位，咱们就利用这一点，让他起身的第一时间就受到咱们的攻击。也就单挑的时候，我敢和 BOSS 这样打。后面有 BOSS rush 的环节，咱们会面对很多的 BOSS， 而且没有补给，所以呢，就需要用其他的套路。毕竟平 A 的话是有一定风险。第4关来到了 M 岛的洞穴，这些杂兵每关都会给你换一个颜色。敌兵的数量种类其实并不多，而且这款游戏的难度不高。但是它的打法非常单一，这就造成了你会感觉游戏有一点硬核。再加上每版单人玩没有补给，在流程当中你就要少犯错，保证到达 BOSS 的时候，咱们至少有一战之力的状态。这个跳脚攻防一体，除了攻击之外还能走位。游戏的计分方式就是统计咱们打倒了多少敌人，我现在是打倒了200几个，但是这个数字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面对特定敌人的时候是可以刷的，比如说有的敌人会放出很多的小召唤物，这个小召唤物它也计算分数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要太纠结了。如果每打倒100或者200个敌人给咱们奖命，那很多小伙伴肯定要刷一下，但是目前看来没有这种设定。红白机版本的忍者神龟应该是有这个设定的，但那毕竟是家用机的平台，这里咱们就可以刷一些小的蝙蝠，也计算分数。不过还是快一点把这个家伙清理了。这种石块是可以打到他们自己人的，以我不分。我话音未落呀，这几个家伙就给我演示了一下，感谢啊，感谢。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演员啊？第4关的 BOSS 凝露哨兵，哨兵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记得当年看电影都惊了呀，哨兵竟然这么猛！打完之后就出了凯蒂·普莱德。那好吧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半期再见。